别洗了，你大姐要给县太爷当妾，咱全家明天就搬去镇上住大宅子了。娘，那我是不是也能跟着？带你这丧门星去咒死县太爷吗？你克死亲奶，克黄了庄稼，这种断掌贱命，只配烂在这穷乡僻壤。娘，梁家村那个残废秀才给了10两银子，明天就把他打发出门，别耽误了我的前程。10两银子已收，以后你死在梁家，也别想再进张家大门一步。嫌我克亲，待我好的人才叫好运。离了张家，你们的富贵可就到头了。快点走，这雪眼愁着要封山，耽误了吉时，梁家的残废秀才可不依。快点走！瞧，那不是张家四鸭吗？这大雪天的，真被卖了。张大丫当了个妾，留着四鸭，嫌他是客卿的断掌，卖给梁家村的摊子换酒钱了。卖了。断掌女也敢要，不怕被克死吗？梁家那个秀才2腿都废了，半个死人，还怕什么克不克的？闲言碎语，有时胜过这凛冽风雪。四丫，去了梁家可得收着点，别把人家最后口气也克没了。磨蹭什么？10两银子都收了，你就是死，也得死在梁家的大门里。爹娘欺我，乡亲辱我，说这天下人都不要我，我便自己求一个公道。别愣着，快下车！这都到家门口了，还磨蹭什么？哪怕冻死，也比回那个冷血的张家强。愣着干嘛？快跟上啊！来了，心腹到家了。文玉娘，你家心腹，我给你安安稳稳迎回来了。断掌女子，克父克子，生身父母尚且欺我，外人又怎会善待？孩子，外头冷坏了吧？快跟娘进屋暖暖。谢谢您，我自己走。把他卖出去，以后要是被夫家打死，也跟咱家没关系。滚开！别挡着你大姐去镇上关奶奶的财路。为了送走我，爹娘给了李梅娘10两银子瞒下断掌的事。若这位婆婆发现我骗了梁家，会不会当场打死我？孩子，你这手到底在藏什么？死定了，要被他们嫌弃赶出去了。行了，孩子，你不就是怕我发现你断掌吗？抬起头看看娘。对不起，我不该瞒着你们，我是个灾星，我这就走。你是不是也信了那帮碎嘴子的鬼话，说断掌女克夫克子？您竟然也是断掌？孩儿他爹，别磨蹭了，快出来见见咱家心腹。站在这风口像什么话？快让孩子进屋。爹，老头子，你说我这断掌克了你没？傻孩子，断掌的事儿我们早就打听清楚了，咱梁家不兴那一套，进屋吧。生我者弃我如草芥，梁家却待我如掌上明珠。断掌不祥，可梁家这对老夫妻不也恩爱了一辈子？四丫，快趁热喝，这是自家的老母鸡。谢谢娘。爹娘说我是丧门星，可梁家真的拿我当家人。以后在这儿，没人会搓磨你。好孩子，喝完这碗，娘带你去见见文宇。他是书里走出来的神仙吗？怎么会有人长得这般好看，却又像琉璃一样一碰就碎？你们俩聊聊。四丫，服侍文宇喝药。我辛苦娘子了，过来坐吧。娘子，是夫君，我娘不是让你端药过来吗？药要凉了，端过来吧。活了15年，爹娘只会咒骂，从未有人这样温柔地对我说话。等等，我是断掌，娘应该跟你说了。你这手上怎么长了这么多冻疮？我没事儿，年年冬日洗冷水，喂猪扫雪，习惯了就不疼了。从心底到骨子里的冷，我受了15年。他是第一个问我疼不疼的人。这椅子自己会走？我爹是有名的木匠，这滚椅是他专门为我打的。过来，伸手。夫君16岁就中了秀才，
是十里八乡最年轻的，若非4年前突患怪疾废了腿。过来。他的手好看的像画，我的手丑得像枯树皮。凉凉的，不疼了。这药沏好，但你切记，这半日脸和手都切抹沾水。我拿去放就好。夫君，你快喝药，凉了会很苦的。多谢娘子提醒。不用谢，明明是给我涂药才耽误的，他怎么还谢我？梁家的人真奇怪。四丫，你觉得如何？啊？你觉得我家文宇人怎么样？挺好的，夫君他面如冠玉，气质如松，俊俏温雅。好孩子，只可惜他这一双腿，往后也不知会如何，得劳你费心伺候了。嫁鸡随鸡，我既是梁家媳妇儿，定会与夫君同甘共苦。听你说话这般周全，竟是读过书的。小时候躲在私塾窗外，偷着识过几个大字。女子识字是好事，往后你若想学，就让文宇教你。我娘说女子无才便是德，从未准我读书。梁家真的不一样。走，天黑了，咱们去准备晚饭。也许这双断掌带给我的，并不全是灾祸。娘说我天生断掌，不配上桌。这么多年，我只能在他们吃完后，去厨房吃锅底的残羹。四丫，你杵在那儿做甚？快过来坐下吃。娘子，无需拘谨，到我身边坐下。你太清瘦了，快吃个鸡腿补补。在张家，好肉全是爹和哥哥的，女人连鸡屁股都见不到。夫君吃，这鸡腿只有当家的能吃。吃吧，在梁家从来都是女子吃鸡腿，今日你和娘一人一个。好香，好吃。原来这就是当人的滋味，哪怕明日就被赶走，我也值了。这一粒粒白米真软真香。以前在家，我只能喝那种照得见人影的细细鱼汤。爹说断掌被发现会被活活打死，可在这里，我不仅没被打，竟然还吃到了肉。哼，臭小子，你是腿瘸了，又不是手废了，不知道给你娘子夹菜啊？爹教训的是，确实是儿子的疏忽。我也是第一次为人夫，不体贴之处，还请娘子谅解。多谢夫君。别理他们爷儿俩。四丫，在咱家想吃什么就自己夹，管够。第一次同桌吃饭，第一次吃得这么饱，谁说我命苦？娘，这肉真好吃，我一定是命好起来了。孩子，咱家落魄，没能给你办个热闹婚礼。这身新衣是你文宇阿姐留下的，你快换上，别嫌弃。娘，这是我这辈子穿过最好的衣裳。娘子，脚心突然好烫，像有一股热流顺着经脉往上窜。只要你松手，那股热气就消失了，又成了两截死木头。相公觉得舒服便是好事，我多给你揉揉。以后这种事我自个儿来，别累坏了你。夜深了，你还年幼，我又腿脚不便，洞房之事，等日后咱们有了情分，再行礼。哦，我娘说新婚夜不圆房，定是夫君嫌弃了心腹。我是怕委屈了你，但若娘子今夜想要，没有，我真的没有想要。娘子且放心，夫君，虽然我腿脚不便，但床地之事，绝对不会让你有羡慕别家心腹的时候。逗你的，娘子，就寝吧。哦，好。心怎么跳得这么快？噗噗噗的，像要撞出来一样，嗓子眼都发烫了，浑身燥热，心口发闷。我该不会是刚嫁过来就病了吧？
娘子，安心睡，我在。天还没亮，娘子要去哪儿？回夫君寅时了，该去起火做饭，为主洗衣了。梁家没这规矩，你这小身板，何该多睡会儿？听话，安心睡吧。爹娘，对不起，我该死，我睡过头了，剩下的我来扫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。傻孩子，你年纪小，多睡会儿长身子。去，让文宇带你去洗漱。老头子，别编了，去厨房把热好的早饭端出来。睡到自然醒，还没活干，我该不会是在做梦吧？娘子，过来，我教你如何用这井台打水。家里竟然有井，这只有镇上的大户人家才有啊！夫君俊俏，公婆宽厚，人人道我天生断掌命不好，此时我却觉得我命真好。尝尝娘腌的鱼，你太瘦了，得多吃几碗。娘，真好吃。以前在家只有残汤剩水，连菜叶都见不着。梁家的米粥真甜。哟，文宇娘，你家这新媳长得可真俊俏。那是，我这儿媳妇儿打灯笼都难找。他们不知道我断掌，竟然都在夸我漂亮。你俩长得都好，往后的娃定像画一样。唉，只可惜文宇的双腿没指望了。娘，您信我，夫君一定能站起来的。那不是单纯的梦，只要我梦见的都会成真。夫君注定位极人臣。人人都说我断掌克夫，可我有这双眼，能看破未来。夫君，我回来了。四丫，咱们去那边把笋上的泥洗洗吧。哎，四丫，你去那儿做甚？娘有鱼，很多的鱼。瞎说，这冰天雪地的，河都冻住了，哪来的鱼？真的，娘，您快来看。奇了怪了，前几日我才来过此处，那时一条鱼都没有看到啊，这是从哪儿冒出来的？四丫，定是你有福，是你把这福气带来的，才能见着这本不该见着的鱼儿。娘，我去拿竹筐过来套鱼。好，快去。你站着别动，你还未生育，这水太冷，伤了身子可怎么好？站着给娘搭把手就行。那您小心些。这事儿真是活久见，活久见啊！走，回家。今天托我儿媳的福，咱们吃全鱼宴。四丫啊，你这孩子就是我们梁家的福星，真是老天爷送到我们家来的宝贝。不行，这么大的喜事儿，得让你大姑姐也沾沾喜气。等会儿吃完饭，娘带你去李正家，挑几条最大的给你大姑姐送去。爹，您的厨艺真如您的木工手艺那般精湛。多吃点，多吃点，都是托了咱们四丫的福。走，四丫，让你阿姐也瞧一瞧，咱家心腹是个有福的。你敢伤柳娘！我今天就打飞你的腿，让你跟你那个残废弟弟一样！你做什么？亲家来了。梁大强，你为什么要打阿兰？别拿几条死鱼过来就又想借钱。我告诉你们，我家没钱借给你们治那个残废了。还有他，一只下不了蛋的母鸡，还敢嫉妒别人能给我生儿子，死活不让我纳妾。那我今天就干脆休了他。今日起，你我再无夫妻关系。不，夫君，求求你不要休了我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。滚开！
阿兰，你不用求他。俗话说，好女不嫁无良汉。今日他不要你，来日他求你，你可别回头。收拾东西，跟娘回家。欠你们的10两银子，我们梁家砸锅卖铁也会还清。但是，梁大强，你记住了，你欠我家阿兰这一凳子腿儿，等我家还债之日，必定加倍讨回。别担心，阿姐她需要点时间。夫君，大姑姐她那封休书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生病这几年，掏空了家里的所有钱财。那后来你们不是说去李正家借的钱吗？其实，那些钱都是阿姐给的。阿姐是远近闻名的绣娘，手艺好，绣品能卖上价钱。可她嫁去梁大强家5年，不仅没攒下半胎身子钱，反而一直在拿自己的钱养着他们全家，甚至还要填补梁大强在外赌钱挥霍的窟窿。竟是这样！那个柳娘是隔壁杏花村的年轻寡妇，不知何时跟梁大强勾搭到了一起。2个多月前，柳娘查出身孕，梁大强便要纳她为妾。可当年他求娶阿姐时，曾当着全村人发誓，此生绝不纳妾。阿姐不同意，他便3天2头的闹。阿姐不愿我们掺和，怕给我们添麻烦，总说他为人妇5年，一无所出，是他自己的过错。这梁大强简直不是人！大姑姐那么好的人，他怎么能……放心，睡吧。恭喜夫人，贺喜夫人，是个大胖小子。梦里大姑姐富贵荣华，儿女双全，可梁大强那地痞混子的模样，怎会有这般造化？更何况他已经休了阿姐，难道说大姑姐的命定良人另有他人？弟妹，你们醒了吗？早饭我已经做好了。四丫，快尝尝，这鱼片粥可是你阿姐最拿手的，鱼肉里的刺都给你挑得干干净净。弟妹，你尝尝看，合不合胃口？真好喝，阿姐的手艺太好了。弟妹若不嫌弃，以后想吃什么我都给你做。还有，以后家里的活儿我和娘一起做，日后不用弟妹你做这些辛苦活儿啊。阿姐，这我来，弟妹你快歇着。夫君，我怎么觉得阿姐好像很怕我，处处都在讨好我。思阳，你过来。你未来是这个家的主母，被夫家休弃的姑娘回到娘家能不能常住，全看未来主母的脸色。若是未来的主母不接受，爹娘也不能干涉，便可以把她赶走。难怪阿姐处处小心，原来是怕我容不下她。思雅，弟妹，娘说你的棉衣有些旧了，我这儿正好存着一些新布，想着给你的棉衣纳一层新面，你看可好？阿姐，这太贵重了，我不能。那太好了，我正愁没件像样的衣裳呢。夫君常说，阿姐是咱们这儿顶好的绣娘，你给我缝制的衣裳一定特别好看，谢谢阿姐。弟妹喜欢就好，喜欢就好。阿姐，好看吗？好看。弟妹长得俊，穿什么都好看。我长这么大，从没穿过这么好看的新衣裳。这虽只是纳了一层新布，但在我心里，就是我人生中第一件新衣。多谢阿姐这般疼我。如今我被夫家休离，以后恐怕就要在娘家做一个老姑奶了。弟妹你放心，我很勤快，我还能做绣活赚钱补贴家用，我绝对不会拖累你们的。阿姐说的这是什么话？这是你的家，你住在自己的家里，天经地义，怎么会有拖累之说？我们是一家人，以后谁也不许说这种话。阿姐，我跟你说个秘密。
秘密？虽然我私心里也想阿姐能一直陪着我，给我做饭、做衣裳，但是我前几日做了个梦，我梦见阿姐你以后可风光了，穿着一身华贵的衣裳，成了有福气的富贵人家的奶奶。更重要的是，我还梦见你诞下了自己的孩儿呢，白白胖胖的，可爱极了。什么？弟妹说的可是真的？虽然不知道梦里的事会不会实现，但是修理已成定局。阿姐不如就此释怀，坦然面对。你想想，你这么端庄美丽、勤恳善良，老天爷怎么会辜负你呢？或许梁大强本就不是阿姐你命定的良人，你的好姻缘还在后头等着呢。弟妹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我真的还会有那样的福气吗？哎呦，这不是梁家的大姑娘吗？被休了的人竟然还有脸活着。你可不知道，这下不了蛋的老母鸡，就算挪了窝，晦气也会跟着走。要是入了别人的心窝，还会害得人家心窝里的母鸡也下不了蛋。呸！你是哪儿来的贱胚子？你自己乐意当鸡，别以为人人都跟你一样。我们是人，别来玷污我们家门口。你个小贱人骂谁呢？骂的就是你这只不会说人话的鸡！滚，快滚远点！柳娘，你没事吧？有没有摔到哪儿？有没有摔到肚子？我没事。张思雅，你干什么？她肚子里还怀着我的种，你敢欺负她？夫君说过，梁大强是秋末才从外面走镖回来，满打满算，柳娘怀孕最多4个月。可这肚子……哟，钱姐夫，瞧这肚子可真不小啊！孩子瞧着得有6、7个月了吧？我再帮你算算日子啊。再过2、3个月，你就该当爹了吧？恭喜你啊！我还以为你跟柳娘嫂子一样，都生不出孩子呢。你个小贱蹄子，胡说八道什么？走，回家跟我说清楚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你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子？文兰，开门啊！文兰，我错了，是我猪油蒙了心，被那个贱人给骗了。她肚子里的种根本不是我的，我已经把她休了。文兰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们复婚好不好？我发誓以后一定对你好。好马不吃回头草，阿姐，你觉得呢？文兰，你原谅我了。梁大强，对于你，我是一腔真心为了狗。如今我的心已经死了，没有第2颗给你了，你滚吧！滚！梁文兰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！当初你爹可是收了我10两银子彩礼的，要么你跟我回去，要么现在就把钱还我！你个畜生！我今天打死你！爹！我让你别活了！爹，你干什么呀？我们这就凑钱还你这个白眼狼！你干什么？这些年我给你家做牛做马刺绣赚钱，钱都进了你的口袋。这10两银子本就是我赚的，就算要还，那也是我们的共同财产，合该有我的一半。我只还你5两，剩下的是我应得的。你听清楚了，此后你若再敢来我家门口，我一定打断你的狗腿！
文宇，这是娘从你姨母家问来的方子，说是专治腿脚麻木的，死马当活马医，咱们试试。娘，是药3分毒，不可乱用啊！我的腿已经这么多年了。夫君，试试吧，万一有用呢？娘也是一片心意。啊！娘，这水怎么这么烫？文宇，你刚才说什么？我说这水怎么这么烫啊？娘，您没兑凉水吗？夫君，不如你再试一试，就试一下下。就是很烫啊。文宇，我的儿啊！儿啊，儿啊！娘，您这是怎么了？不就是水烫了点儿？夫君，你的脚有知觉了，你的脚感觉到烫了。这傻子，他自己都还没反应过来呢。这真是奇了。文宇，你这腿疾吃了这么多年的药，每个月2次，从未间断，可就是不见起色，怎么这会儿突然就有了知觉，还能动弹了呢？是娘子的功劳。这些日子，无论多晚，娘子都坚持为我推拿按摩，用热水为我敷腿取暖。我想，腿脚能有今日这般好转，与娘子的悉心照料定然脱不开关系。原来是四丫！哎呀，我的好儿媳，祖宗保佑，真是祖宗保佑啊！让我们家娶了四丫这么个福星进门。福星吗？丧门星，你就是个克夫命！是啊，娘，四丫就是我们家的福星。自从四丫来了，家里好事一件接着一件。是福星。这是我记事以来第一次听到这样的夸赞。原来我不是衰星，我是福星。真好。太阳快落山了，弟妹，咱们回吧，再晚了山路不好走。阿姐，你瞧这是什么？长得真好看。这果子你见过吗？这叶子，这红果，这好像是人参啊！人参，挖出来瞧瞧就晓得了，快！是人参，看到参须了。村里人多眼杂，万万不可声张，明白？看这芦头、纹理和须根，这只人参怕是没有1000年，也有几百年了。真是奇怪了，长了这么些年，就在咱们村后山，怎么就一直没被人发现呢？那是有福者才能看到的好玩意儿，当然得是我家四丫才能有这个福气看到啊！娘，这都是碰巧，说不定是因为我带着阿姐一道上山，这是阿姐带来的福气呢。我啊，在这村里生活了这么多年，别说人参了，连个像样的山少都没挖到过，这就是弟妹你的福气。只不知这人参能卖多少钱？明日我陪你们去镇上的长善堂问问，那是镇上最大的药铺，不会欺客。这人参是四丫看到的，明日带着他一块儿去。还有，不管这人参卖了多少钱，给文宇看病用后，剩余的钱都要给咱们四丫保管啊！给我？娘，这怎么行？家里的钱向来是您管着的。哟，你这丫头还指望娘给你们长家一辈子啊？从今天开始，你要开始学着独自长家了。这参品相不错，虽不是1000年人参，但少说也有几百年的光景。我长善堂从不欺客，
听闻几位是来看病的，就当交个朋友。这人参一口价350两。掌柜的，不瞒您说，我们来您这儿之前也去别处问过价了。哦，对街的济世堂，李掌柜开价385两。我们想着长善堂是镇上最大的药铺，信誉好，这才想再来问问。既然您一口价350两，那我们只好卖给人家了。那走吧。哎，客官留步，买卖嘛好商量，385两是吧？价格都好说。这样，我给你们400两，整数，吉利。看来王掌柜也是爽快人。既如此，娘子，我们就不必再去那边讨价还价了吧？掌柜的，我们正好要在这里找李神医给夫君看病，人生地不熟的，跑来跑去也麻烦。若是您能免去我夫君这次的诊金，那我们就把人参卖给您，也省得再跑一趟了。行，就免你们一次诊金。几位里边请，我这就去给你们拿银票，再请李神医过来。几位里边请。啊，原来是这样。你起初是不是觉得下肢无力、疼痛，继而双腿肌肉失去弹性，腿脚变得越来越细，最后甚至逐渐失去知觉？神医说的正是。敢问神医，我这是何怪病？什么怪病？这并非什么怪病，而是一种腿部肌肉萎缩症，只是你的情况更为严重一些罢了。放心，不是绝症，可治。神医，您是说我儿的腿能好？老夫以针灸闻名，先为你儿针灸活血，此后每10日来一次，服以汤药，不出1年，保你儿子健步如飞。娘子，这钱太多，我怕弄丢了，只是让你帮我带着。等会儿接了大姑姐，我想跟她去逛逛街，给娘和阿姐买些东西。四丫，这是卖手绢的3两4钱，你拿着。阿姐，我有钱。如今咱家不差钱给夫君看病，这是你自己赚的钱，理应你拿着，快收好。好，那我去再看看布，给咱家每人做2套新衣裳。张四丫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还真是你！瞧你这副穷酸样，以前在家就穿得破破烂烂，怎么嫁了人还是这副德行？你那个夫家真是太穷酸了。原来是他呀，断掌克夫。当初就说好了，你嫁人了，以后你的死活都跟我们张家没有关系。我是看你可怜，才赏你一口吃的。拿着这盒绿豆糕，赶紧滚！别在这儿给我丢人现眼。娘，别叫我娘，我可没你这么晦气的女儿。当初就跟你说了，你这断掌就是克夫的命，娶了你这么一个衰星，他们梁家只会变得更衰更穷。你离我远点，别把晦气过给我。你看什么看？再不滚，我可就连这一盒绿豆糕都不给你了。四丫，你回来了，怎么了？脸色这么难看。孩子，出什么事了？是不是在镇上受了欺负？没事。娘，大姐，我就是有点累了。我看这2只簪子好看，就给娘和大姐买了，也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。喜欢，怎么会不喜欢？四丫，这是我除了爹娘和文宇第一次收到旁人送的礼物，真好看。你这傻孩子，怎么净给我们买，不给你自己买一只？你刚嫁过来，正该打扮得漂漂亮亮的。我用不着。唉，傻孩子，谁说你用不着？打开看看。娘，这太贵重了。这不是我买的，出门时文宇就嘱咐过我，看完病若有余钱，定要给你买只好簪子。他说这碧玉簪最是春四丫的容颜。四丫，玉簪盘乌发，人间俏佳人，看看多好看。
书中自有颜如玉。恭喜梁秀才，贺喜梁秀才，乡试高中，是举人老爷啦！四丫，文宇和文兰就交给你了，路上千万小心。娘，您放心吧。爹娘，儿子此去定不负所望。老实点儿，再乱动，自取你的皮！瞧一瞧，看一看了啊！家里遭了灾的独苗，卖身为仆，换口饭吃。夫君，他们是人贩子。光天化日，强抢民童，眼中还有王法吗？哪儿来的穷书生，敢管你爷爷的闲事儿？滚开！哎，大家快来看啊！人贩子当街抢孩子了！别怕，我们不是坏人。小家伙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家住哪里？爹。永浩，小豆包，你叫永浩吗？此去京城路遥，带着他诸多不便，不如我们先将他送去官府。罢了，看他这样子，他是受了天大的委屈，我们就带着他吧，路上也好有个照应。既如此，这玉佩我先替你保管。永浩，我们带你一起走，等到了京城再帮你找爹娘。娘子，我中了，我是贡士了。相公快吃，多吃点。这几天看榜定是累坏了，得好好补补身子。接下来还有殿试呢。好，都听娘子的。等殿试过后，我们就把爹娘和阿姐都接来京城，买个大院子，再也不分开了。好。请问，可是梁文与梁兄当面？在下奉童年之命，特邀梁兄前往曲江池畔，共赴文会，庆贺我等金榜题名。相公，这京城的文会，听说都是些有头有脸的官家公子，你的腿……无妨，我如今已是贡士，靠的是圣贤文章，而非家世背景。他们若要见我，便让他们见一个堂堂正正的梁文宇，正好也去见识见识这京城才子们的风采。这位想必就是新科贡士梁文宇梁兄了吧？久仰大名，听说梁兄出身农家，竟能一举相中，真是让人意外啊！侯兄谬赞，不过是侥幸罢了。侥幸？我看未必，只是不知梁兄这腿脚，殿试面圣之时，可莫要失了仪态，跪拜不便，丢了我等读书人的脸面。梁兄既是考官们盛赞的才子，不如就以这寒梅为题赋诗一首如何？也让我等见识见识，究竟是何等惊世才华。若是做不出来，我看还是趁早回乡下种地，也免得在京城贻笑大方。恭敬不如从命。墙角数枝梅，凌寒独自开。遥知不是雪，为以暗香来。好诗，好一个遥知不是雪，唯有暗香来，以小见大，风骨自在其中。是啊，平时之中见真章，比那些词藻堆砌之作强多了。梁兄大才。哼，相公，他肯定没安好心，我们不去。黄鼠狼给鸡拜年，不去反倒显得我心虚怕事。放心，我会小心的。都安排好了，放心吧。等酒过三禅，就偷偷塞进他那书童的背囊里。咱们少爷说了，只要人赃并获，他就别想参加殿试，这辈子都永无翻身之日。嘿嘿，一个乡下来的泥腿子，也敢跟咱们少爷争风头，活该！这根本不是什么赔罪宴，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夺命陷阱。相公，站住！侯府重地，岂容你一个乡野村妇乱闯？我找人，我找梁文宇。
我有天大的急事找我相公。我们少爷正在宴请贵客，不见闲杂人等，快滚！没天理了！我那杀千刀的薄情郎啊！你哄我从乡下跟你到京城，说好要娶我过门，如今攀上侯府的高枝，就要抛弃我了吗？你肚子里面算什么男人？有本事你出来啊！你这个负心汉陈世美啊！哎，这是哪家的姑娘，哭得这么惨？听这意思，是被里面的大官人给始乱终弃了。侯府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？快起来！是死鸭，他从不会无缘无故这样，一定是出事了。这场宴会果然是鸿门宴。哎呀，这是什么？少爷，这是禁书论一朝。梁兄，我敬你才华，邀你赴宴，你竟如此大胆，携带此等大逆不道之书，你这是要害死我们所有人啊！各位请看，此书纸张崭新，墨迹未干，显然是近日新印之物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书页之上沾染着一股极为特殊的龙涎香的气味，而这满座之中用得起如此名贵熏香的，似乎只有侯兄一人吧。你胡说什么？血口喷人！再者，此书被塞在我排书童的行囊最外层，一碰即掉，显然是刚刚被人放进去。试问，有谁会如此放置一本关系身家性命的禁书？这栽赃的手段实在太过拙劣，一派胡言！临危不乱，心思缜密，不错。门外那女子，想必就是你的家人吧？急中生智，是个有勇有谋的好孩。卿之所言，汤前问君家镇抚事，颇有见地。启禀陛下，臣有本奏。侯爱卿，请讲。陛下，科举取士，德才兼备，方可委以重任。然官员需奔走四方，梁文宇双腿残疾，行动不便，如何为君分忧，为民办事？若我朝录用一个连站立都不能的官员，岂不为天下人耻笑？臣有异议。启禀陛下，老臣以为为官之要在于心，在于脑，在于品，而非区区腿脚。梁文宇此子，老臣在京中略有耳闻，其在文会上遭人构陷，却依旧不卑不亢，可见其品性之坚韧。此等身残志坚、心正品高的士子，若因身体微恙而病弃于庙堂之外，岂非我朝之损失？丞相大人此言差矣，他连基本的朝堂礼仪、站立行礼都做不到，谈以为官？草民梁文宇参见陛下。好一个身残志坚！朕准了。梁相公，门外有丞相府的管家送来这张拜帖，说丞相大人请您和夫人明日过府一叙。晚生见过丞相大人，多谢大人出手相助。老夫并非无故帮你，你可知老夫那失散多日的孙儿永浩已经找到了。永浩，大人说的莫非是小豆包？正是，你们从人牙子手中将他救下，老夫感激不尽。那块玉佩是他离京时老夫亲手给他戴上的护身符。原来如此，我终于明白小豆包当初为何执意要把玉佩给我了。他还特意交代，这玉佩或许会有用处。当初一个不经意的善举，竟在自己人生最关键的时刻，换来了如此巨大的转机。梁文宇，你有经世之才，更有一颗赤子之心，这比才华更为难得。圣上已看过你的文章，赞不绝口。老夫会亲自向圣上举荐你，你的前途不可限量。多谢丞相大人栽培，学生定不负大人厚望。报喜！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本开殿试金榜题名，清河县考生梁文宇，高中一甲第3名，探花，钦点翰林院修筑，贺喜梁探花。
婆母，文兰。恭喜梁探花，真是不得了！听说那吏部侍郎家的侯公子这次才中了个2甲进士，连翰林院都没进去。这梁探花可是把侯家得罪狠了，未来的日子怕是不好过喽。思雅，放心。好孩子，好媳妇儿，你真是我们梁家的福星，是你给文宇带来的福气啊！来了，恭喜探花郎，贺喜探花郎！这是清河县的县令大人托人800埃及送来的信，说是您岳家捎来的。娘子，你的爹娘便是我的岳父岳母，但如何处置，全凭你的心意。无论你做什么决定，为父都支持你。你想怎么做，我都支持你。去账房支20两纹银，用布包好，再备上笔墨纸砚。是，夫人。后会无期。送到他们手上，话不必多说，让他们走。小的明白。哦，你就是新科探花梁文宇，圣上钦点的青年才俊啊！幸会，幸会。下官梁文宇，拜见掌院大人。才俊嘛，就该从基础做起，磨练心性。那些是前朝的水利卷宗，尘封多年，早已残破不堪。从今日起，你就负责将他们重新整理归档吧。这是个细致活，考验耐心，也算人尽其才。是，下官遵命。一来就被发配去看垃圾，看来是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。可不是嘛，听闻殿试时让吏部的侯侍郎下了大没脸，这会儿被穿小鞋了。梁大人真是勤勉啊！这些前朝的废纸，怕是比咱们翰林院所有人的岁数加起来都大，也就是梁大人这般有耐心，才能乐在其中。王兄此言差矣，咱们梁大人这叫学海无涯苦作舟，这浩如烟海的知识，可不是我等凡夫俗子能领略的。这些并非废纸，而是前人的心血与智慧。这山川的走向，这水渠的标注，竟与昨日看的那卷有些相似。相公，今天又累坏了吧？你看你身上都一股霉味了。无妨，做自己喜欢的事不算累。只是这些图纸损毁的厉害，放在档案室那种潮湿地方，怕是撑不了多久了。相公，你快看这张图，这里的山势像不像一个簸箕口？我记得小时候我们村后山云水渠的源头就是这样的地形。还有这张，这条河的拐弯处画得这么急，跟那张图上的河流拐弯处简直一模一样。思雅，你真是我的福星。星星连接着2条如今看似毫无关联的大河。我想起来了，前几日的朝报上说北方大旱，漕运断流，京城粮草供应都已告急，朝廷正为此焦头烂额。相公，这或许就是天意。北方大旱已近2月，官道开裂，运河数段水位过低，漕运近乎中断，京城的粮价已经涨了3成了。众卿可有良计？启禀陛下，臣以为如今之计，唯有在西山之阳开凿一条新渠，方能解此燃眉之急。臣已拟好方略，虽需耗银300万两，耗时1年，但可一劳永逸。300万两，耗时1年，300万两，国库如今。陛下，老臣有不同之见。开凿新渠，劳民伤财，远水难解近渴。老臣举荐一人，他或许有耗时更短、耗费更少之法。哦，丞相说的是何人？翰林院修撰，本届新科探花梁文宇。臣翰林院修筑梁文宇，参见陛下。平身，将图呈上来。启禀陛下，臣近日整理前朝水利档案时，偶得此图。图中所示，乃是一条前朝开凿后因战乱淤塞的古河道。此河道正好连通了水量充沛的盘江与如今断流的运河主干。臣以为
无需开凿新渠，只需依照此图找到旧有河道，加以疏斗，便可引盘漳之水，解漕运之困。预计所需人力物力不及侯大人新渠之法的1/10，且1月之内便可见成效。臣愿意项上人头担保，此图绝无虚假，此法必然可行。哈哈哈哈哈！好一个项上人头担保！陛下，臣恳请陛下命他立下军令状。若1月之内他不能引水成功，便以欺君罔上、妖言惑众之罪当斩不赦。梁文宇，侯侍郎之言，你可敢应下？陛下，非是臣不愿拨拨银两，实乃国库空虚，且疏九河道非一日之功。梁大人出入官场，一片赤诚之心可嘉，但这治水之事关乎国计生成，岂能儿戏？若钱粮投进去，工期却一拖再拖，最终打了水漂，这个责任谁来负？陛下，臣以为救灾如救火，刻不容缓，百姓正于水深火热之中，每拖延一日，便多一日离散之苦。臣虽不才，愿为陛下分忧，为万民解断。说得好听，梁大敢立下军令状，若2月之内旱涝之患未解，你当如何？臣梁文宇愿立军令状，若2月之内无法疏通河道，稳固堤坝，臣愿奉上顶戴花翎，听凭陛下发落。好，有此魄力，不愧是朕钦点的探花郎。朕便允你所请，命你为钦差，即刻奔赴南怀，全权负责书具工程。朕就给你银2个月为期。李侍郎，你便作为副手，协助梁钦差，务必同心同德，办好此事。臣遵旨。到了南怀，天寒地冻，你腿脚刚好，万万不可再受了寒。家里你别担心，我都会照看好。此去前路未卜，生死难料，委屈你了。夫君，你忘了我是福星，不是衰星。你去到哪里，福气就跟到哪里。朝堂上的事我不懂，但我知道，只要真心为百姓做事，老天爷都会看在眼里。你只管放手去做，你是去救人，不是去送命的。梁大人，您看，这工程量实在是太大了，弟兄们也是尽力了，只是这人是铁，饭是钢，饿着肚子，实在没力气啊。老乡，这粥每日都能喝上吗？回大人，3日1顿。朝廷下拨的救灾粮米都去了哪里？大人，求大人为我们做主啊！本地的王知县和梁商勾结，克扣了我们90%的口粮，我们每日累死累活，连口饱饭都吃不上啊！天灾上可挡，人祸最难防。这场仗比我想的要凶险100倍。说起来，还是梁夫人有福气，我们这些妇道人家只盼着自家夫君平安顺累，哪像梁夫人，夫君年纪轻轻就敢立下军令状，担此等匡扶社稷的重任，真是让人佩服又担心呢。可不是嘛。不过梁夫人想来是习惯了苦日子的，不像我们，夫君若是离京，那是寝食难安。听说梁大人此去，陛下只拨了5万两银子，这怕是连工人的饭钱都不够吧？各位夫人说的是，夫君临走前，我也确实寝食难安。不过我担心的不是银子够不够，而是南怀的雨水。我在乡下时听老人家说过，春看分，夏看至，如今节气将近夏至，南怀地势低洼，若上游雨水过剩，即便河道疏通，新筑的堤坝也未必经得住冲沙。所以我更愁的是天气，是庄稼，是那些流离失所的百姓能不能在秋收前回到家。梁夫人真是心善，只是咱们妇道人家聊聊花草便好，何必去想那些朝堂上的烦心事？侯夫人说的是，不过这花草和庄稼也是一个道理，都是要顺应天时，尽好人事。夫君在前线尽人事，我在京中也只能盼着天时顺累了。陈丞相夫人到。哎呀，姐姐你可算来了，快请上座。你就是梁夫人吧？果然是个好孩子。我家老头子常说，梁太君有经世之才，更有赤子之心。今日一见夫人，才知何为夫唱妇随，贤良淑德。陈夫人谬赞了，司衙愧不敢当。梁大人在前线为国分忧，我们这些在京中的也不能闲着。梁夫人既懂农业，又明水利，心又善，不若来帮我一把，做个副手，替我管管账目，核对下物资，如何？能为夫君分忧，为百姓尽力，是司衙的福分。司衙遵命。奉天承运，
皇帝诏曰：南怀知县王德才玩忽职守，与奸商勾结，贪墨赈灾粮款，致使民怨沸腾，工程停滞，罪无可赦，即刻革职查办，押入大牢，听候发落。钦差大人饶命啊！下官冤枉啊！拿下！李侍郎，开仓。是大人。本官在此立誓，从今日起，所有参与治水的工人和受灾的乡亲，保证人人有饭吃，顿顿能吃饱。大家随我治水，便是为了重建家园。老乡，你看，我们把这个挖斗改一下，加上一个滑轮和配重，是不是能省力很多？大人真是神了！大人，这法子好，这法子好啊！翻斗。盯紧点那个李大人，我看他贼眉鼠眼的，不像好人。没错，谁敢害梁大人，就是跟我们过不去。快，把沙袋都堆到营水面，顶住，一定要顶住！梁文宇，你不是能吗？天都要亡你，可怪不得我了。不好了，堤坝决口了！梁大人，完了，我们都完了，快逃命吧！大家不要慌，听我号令，所有人立刻向东南方高地转移，快！梁大人，那边是死路啊！不是死路，那是被废弃的古河道堤岸，地势最高，相信我，往那里跑才有生机。洪水之力，赌不如输，跟我来，我们给他开一条新路。谢谢梁大人，就是这里，挖开它，让洪水改道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圣旨到，梁文宇家眷接旨。我来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翰林院修筑梁文宇临危受命，治水有功，朕心甚慰，特擢升为工部侍郎，赏黄金100两。钦此。夫君他成功了，他还活着。诏曰：原吏部侍郎侯明德心术不正，蓄意破坏祈水工程，显酿滔天大祸，罪无可恕，着即刻革职下狱。钦此。苍天有眼，苍天有眼啊！娘，夫君大病初愈，我这就去接他回来。大夫说了，你这次是劳心劳力过度，又受了风寒和外伤，元气大伤，得好好将养一阵子。回京后，什么事儿都不许你管了，听见没有？好，都听夫人的。我不在京中，侯家可有为难你们？有陈丞相照拂，他们不敢。倒是侯夫人的宴会上听了不少风凉话，不过都被我挡回去了。少爷，家书哦，是娘写的信，报平安的。怎么了？家里出什么事了？不是坏事。信上说，丞相府派人传话，戍边的陈将军已在回朝途中，不日便会到咱们梁家村亲自拜访，接永浩回家。那感情好，永浩总算能和爹爹团聚了。大姐肯定会舍不得吧？是啊，只怕这位陈将军此来，不只是为了接儿子那么简单。天哪，是文宇回来了！听说他在京城当了大官了。何止是大官，工部侍郎，跟县太爷都说得上话的朝廷大员。咱们这穷山沟飞出金凤凰了。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，受了都受了。文宇不孝，让爹娘
和乡亲们挂心了。姑姑，你做的桃花酥最好吃了，爹爹带的那些点心都不好吃，以后我还想吃。好，只要永浩想吃，姑姑就给你做。我不要走，我要和姑姑在一起。爹爹，我们让姑姑跟我们一起回家好不好？将军，使不得，这可使不得！伯父伯母，陈某有一事相求。陈某对文兰姑娘一见倾心，愿以3枚6品之礼，求娶姑娘为我陈家正妻，望二老成全。姐，夜深了，喝点东西暖暖身子，心里也能舒坦些。思雅，你说我这样的人怎么配得上陈将军？我是个被夫家休弃的女人，是个连孩子都生不出来的不下蛋的母鸡。姐，你看着我，当初我嫁过来，人人都说我是克夫的灾星，可你看现在，文宇不仅好好的，还中了探花，那些所谓的命是要我们自己活出来的。可那不一样，将军是顶天立地的大英雄，有什么不一样？梁大强那种人渣的话，你不要信。姐，你忘了我跟你说过的那个梦了吗？那时候我还不知道是谁，现在我明白了，你的好运来了，就在门外。你难道真要把他亲手推出去吗？幸福是要自己伸手去抓的。陈将军看中的是你的人，是你的好。你过去受的苦不是你的错，更不该成为你抓住幸福的枷锁。姐，勇敢一点。梁姑娘，我知道你在顾虑什么，是我唐突了。我陈月，少年从军，在沙场上摸爬滚打了10几年，见惯了生死。我不知自己还能活几日，但向你保证，活1日，便护你1日。我不在乎你的过去，我只要你的未来。你受过的苦，我会用余生一点点为你抚平。在此，我陈月当着梁家所有长辈的面立誓，此生只娶梁文兰一人为妻，有生之年绝不纳妾。若违此事，便叫我战死沙场，马革裹尸。我陈月对天发誓。我愿意。好啊！真好，看到姐姐如今这么幸福，我心里的一块大石头总算落地了。是啊，她值得这一切。不过这也多亏了你，思雅。我只是说了几句话，是将军的情谊和姐姐的勇气，才成就了这桩美事。不，是你来到我们家，才让这一切都变得好起来。你就像是上天派来拯救我们家的人。娘子，你可知道，在见你之前，我早已在梦里见过你千百遍了。我说的是真的，娘子，这不是一时兴起的胡话，而是藏在我心里许久，连爹娘都不知道的秘密。文宇，你说什么？从我15岁那年起，就常常会做一个同样的梦，梦里总有一个看不清脸的姑娘，她时而在河边洗衣，时而在山间采药，有时候她会对着我笑，那笑容就像冬日里的暖阳。后来我的腿出了事，那几年我几乎夜夜都会做这个梦，梦里的姑娘越来越清晰，我能看见她额前细碎的刘海，看见她抿着嘴时倔强的嘴角，看见她眼睛里有着不服输的光。那个梦是我那段灰暗日子里唯一的光亮。所以当初李家表婶来说媒，当她描述你的模样，说你勤劳坚韧时，我心里咯噔一下。鬼使神差的，在你来我们家的前一天，偷偷让大哥推我去了村口，远远的看了你一眼，就是那一眼。思雅，你的眼神就和我的梦里一模一样，
那一刻我便知道你就是他，你就是我的梦中人，所以我才不顾爹娘的反对，力排众议，坚持要娶你过门。我一直以为是我运气好，才嫁到了梁家，遇到了你。原来我们早就注定了。傻瓜，是我运气好，你的断掌不是灾星，是福星，是只为我一个人而来的福星。思雅，如今我的官职也定了下来，姐姐也找到了好归宿，我们把爹和娘都接到京城来好不好？我们一家人以后就在京城开始全新的生活。好，我们把家安在京城，再也不分开了。老头子，你说这过的叫什么日子？喝口水都有人递到嘴边，我这心里头发慌，跟做梦似的。哼，一屋子的好木料，全雕些花里胡哨的东西，华而不实，手脚这么闲着，骨头都快生锈了。爹娘，文宇有样东西想请您二位过去瞧瞧。什么东西还要我们瞧？这大宅子我还没认全呢，绕得头晕。爹娘跟我来就知道了，保证是您二位喜欢的。这是爹，您是咱们家手艺最好的大木匠，文宇特地找人搜罗了这些最好的家当，给您建了这间工坊。好。娘，我知道你也闲不住。我听文兰姐说，陈丞相的夫人在京中办了个慈安堂，专门收容帮助那些孤苦的妇孺。您心地善，经验也足，要不要去看看？真的？可那是丞相夫人办的，我一个乡下老婆子能行吗？您怎么不行？您把我从泥潭里拉出来，又把这个家操持得这么好，您比谁都行，就当是去跟人说说话，帮着管管事。您的善心正好有用武之地了。思雅，你怎么了？没事，就是有点头晕。不行，我这就去请大夫。来人，快去请李大夫！都愣着干什么？恭喜梁大人，夫人这不是病，是喜脉啊！算来已经1个多月了。哎呀，我的老天爷，我们家有后了！从今天起，你什么活都不许干，就给我在屋里好好养着。思雅，来，先把这个吃了。你想吃什么？酸的还是辣的？我这就让厨房再去做。爹娘夫君，你们别这么紧张，大夫说才1个多月呢，我好着呢。娘，文宇，听说思雅有了，真是太好了！恭喜岳父岳母，恭喜文宇。文兰，你看你弟妹都有了，你和将军也得加把劲儿啊。岳母，其实我们今天来也是有一桩喜事要报。前几日请大夫看过文兰，她也有了身孕。我的儿啊，我的好女儿，太好了！老天开眼了，你受的苦总算是到头了。真像做梦一样。思雅，说真的，谢谢你。如果不是你当初鼓励我，我绝不会有今天。姐姐说的哪里话，是姐夫疼你，是咱们一家人相互扶持。你看现在多好，咱们的孩子又能一同出生，一同长大了。是啊，我已经开始给孩子做小衣裳了，也给你的孩子做了一套。也不知道咱们肚子里这2个是男孩还是女孩。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，都是我们的宝贝。以后他们就是最亲的兄妹或是小弟，一起读书，一起玩耍。月儿妹妹，你看，这是姚皇，花中之王，旁边那是卫子，花中之后。哎呀，哥哥，我不想扔花了，我们踢毽子好不好？你看他们俩一天到晚黏在一起，真是青梅竹马。安儿小小年纪就跟你家夫君一样沉稳博学。是啊，正如我当年梦里见到的一样，分毫不差。爹爹，姨父。今天乖不乖？有没有听娘和姨母的话？文宇啊，今日朝上可还顺心？别太累着自己。娘放心，一切都好。今年推行的新税法初见成效，国库比往年充盈了不少。接下来好几项利民的水利工程都能动工了。将军，北京800里加急军报。怎么了，夫君？邻国拓跋部因遭遇100年不遇的大饥荒，竟倾举国之兵，大举进犯我朝雁门关。什么？拓跋部疯了不成？圣上已下旨，命我即刻整合京畿大营兵马，不等天明，星夜兼程，奔赴前线。
文兰，照顾好自己和月儿，等我回来。刚刚才安定了数年的幸福生活，似乎又将迎来一场巨大的风暴。陛下，北境军情10万火急，将士欲泄，然粮草军械至今未能悉数运抵，户部调度不力，尚书梁文宇难辞其咎。兵马未动，粮草先行。若因后勤不济导致战事失利，边关有失，梁大人便是千古罪人。陛下，梁爱卿他们所言，你可有辩解？臣无辩解，唯有奏对。臣已拟定新策，绕开地方，由军方专线押运，并已联络沿途驿商，3日内即可启动，不需1月，只需半月，臣必能保证粮草无虞。若有差池，臣愿提头来见。好，朕就信你这一次。半月为期，若有延误，定不轻饶。臣领旨谢恩。夫君在前方为国分忧，我在后方也不能闲着。我看啊，他就是想借着梁府的事在京中站稳脚跟。可不是嘛，一个乡下丫头能有什么见识？诸位姐姐妹妹，今日请大家来，是有一事相求。想必各位都已听闻北境战事，将士们在前线浴血奋战，保家卫国。可如今寒冬将至，他们却可能缺衣少食。我等身为女子，虽不能上阵杀敌，却也能尽一份心力。我提议，由我们各府联合起来，为将士们缝制御寒的冬衣，筹集金疮药等急需之物。与其让银钱在层层官僚手中损耗，不如我们亲手将温暖送到将士们身边。弟妹说的对，将士们流血，我们不能让他们再流泪。我陈家第一个响应。算我一个。我库房里还有上好的棉花，我家正好有几位南边来的绣娘，手艺极好。大姐，北京大姐！尚书夫人，陈将军急信，称粮草冬衣及时抵达，我军士气大振，于昨日大破敌军先锋，特此感谢尚书大人与夫人之功。敌军主力尚存，龟缩于此城之内，此城易守难攻，若要强攻，我军伤亡必将惨重。文宇，你有何良策？陛下，真正的战场不在城池，这是臣自边境商人处获得的情报。敌国连年征战，早已国库空虚，民不聊生。今冬更是遭遇百年不遇的大雪，饥荒遍野，已是民怨沸腾，离心离德。哦，竟有此事！与其耗费国力强攻，不如行攻心之计。如何攻心？臣恳请陛下开放边境，设立榷场，并以工代赈，招募敌国饥民前来为我大周修筑边网水利。我们给他们粮食，给他们活路。什么？文宇，你的意思是用我大周的粮食去养活敌国的百姓，这岂非资敌？陛下，我们是瓦解敌军的军心，当他们的士兵在前线为暴君挨饿受冻，他们的家人却在我大周境内吃饱穿暖，安居乐业，军心焉能不乱？军心一乱，奸臣自捕，此乃不战而屈人之兵，善之善者也。好一个不战而屈人之兵！就依梁爱卿所言，朕倒要看看，是他们的刀剑硬，还是我大周的米粥香。此战大胜，陈将军浴血奋战，居功至伟。但朕今日更要褒奖一人。梁爱卿以万民为念，以公心为上，不费一兵一卒而令敌国俯首，此等功绩当载入史册。不战而屈人之兵，善之善者也，诚不欺我。当然，更要感谢尚书夫人，若非夫人们的冬衣与药品，将士们也无法撑到行此计的那一天。梁爱卿伉俪，一文一武，一朝一野，同心同德，实乃我大周之幸。妹妹之功，天下女子皆为之自豪。这一杯，本宫敬你。
陛下，如今国泰民安，朝中人才济济，臣恳请辞去部分职衔，回归家庭，多些时间陪伴妻儿，教子读书。你为国操劳多年，头发都白了，朕岂是那不知体恤臣下的寡人？也罢，朕允了。不过户部尚书一职，你还得给朕担着，朝廷离不开你这个财神爷呀。臣遵旨谢恩。永字八法这一拉，要有力，要沉稳，像山一样。哥如今倒真像个享清福的私塾先生了，他喜欢这样。他说，再大的功名，也比不上看着孩子们一天天长大。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对拜。安儿，今日你成家立业，为父将这幅图传给你。它并非什么价值连城的宝物，却是我们梁家家风的根基。爹，当年是这图教会我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。爹希望你记住，无论将来你走到多高的位置，都不能忘了我们是从何处而来，不能忘了天下万民的福祉才是为官者的本分。爹的教诲，孩儿谨记在心，永志不忘。文宇，你看，我们都老了。老了又如何？能与你从青丝走到白发，看儿孙绕膝，享天伦之乐，是我此生所求，如今皆已实现。只要身边的人还是你，每一天对我而言都是良辰美景。傻丫头，别怕老，有我陪着你一起。